今天我们讲的这段经文呢，跟上一段有很强的一个联系。在上一段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特别讲到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讲到了律法师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从耶稣的这个教导来说，他明显跟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看见，就是说对他来说，从耶稣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怎么看待金钱，看待财富，看待生命，看待地位，和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有两套完全不一样的体系。所以今天呢，耶稣呢也用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来看待财富，他是怎么看待生命跟财富的关系。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个很关键。我们知道弟兄姐妹经常去问说，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神要对我说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你才能够看到神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然后你就明白了神的心意。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活出在这个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好的展现出来。所以我们还是会从3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神看重的是心的问题我们等会看这2个人分家产，然后呢引出耶稣的一个比喻，是一个无知的财主耶稣特别说对这个财主的描述，说他是无知的。那他无知在哪儿呢？那最后我们就看神眼中的生命和财富究竟是在他眼中来看是怎么样的。首先，当耶稣讲完了道之后呢，有个人就来了，他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和我的兄长和我这个分开家业。”所以这个人他有一个需求来找耶稣，什么需求呢？他要跟他的兄长他哥分家业。这个分家产呢，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也经历过分家产那个时候的家产呢，也是怎么分呢？就是说，如果这个父亲去世了，他的家产要传给他的孩子，一般来说是长子，对吧？那个时候的人孩子都比较多所以长子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有其他的这个孩子。所以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那父母去世了，那这个产业留给孩子，留给儿女，那他们怎么分呢？按照多少分呢？那你想一想，在这个当中有没有可能一个一个指导的手册，或者是大家都认可的一个分法不可能的，总有人会觉得分的多分的少，是不是嘛？这个没有一个标准。所以他有个需要来到耶稣面前，他请求耶稣帮忙。其实这很像我们也经常有事儿了找耶稣，找他帮忙。可是为什么他很多时候不帮我们呢？你发现耶稣在这里他很厉害他知道他怎么分。你觉得耶稣怎么分这个人就这个弟弟他会觉得公平，都给你最公平，是不是？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哥也来找耶稣怎么办呢？那你觉得该怎么分？他们2个人都会觉得公平？怎么分？怎么分都不可能，他们都会觉得公平。所以这个关键不是在于分家业的问题，是在于人心的问题，对不对吗？这个就跟那个夫妻吵架一样的所以你说你要判断个谁对谁错吵了不可开交，最后实在不行了找牧师，当牧师问到底是你看他错还是我错那如果这种事情你找我就会学耶稣谁立我做你们的断事的官我不行所以耶稣为什么这样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因为耶稣知道我怎么分你们都不满意的。你们的问题不在于分不分家产，你们的问题是你心的问题，你心出了问题，我怎么分你都会觉得不公平。所以耶稣就把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分家产的问题转移到了新的问题，说你看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你看到没有？所以耶稣一下就看出这个人的问题，他为什么要来找耶稣分家产？那就表明他之前分家产他觉得不够嘛，他觉得他应得的不够，对不对？所以他才找耶稣，让耶稣来这个做一个这个法官可是耶稣一眼就看出他的问题，你是什么问题呢？你内心有贪心，你就想多要，
所以你现在只是利用我，让我呢这个来站在你这一边，帮你达到你的目的。所以耶稣一下就指出他的问题，你是贪心的问题。那贪心这个问题啊，那你觉得怎么分能够解决贪心的问题？怎么分都没办法解决，对不对啊？所以耶稣就根本都不触及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也要聪明一些啊！我们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更多关注的是心的问题啊，不要只看表面啊。我们不断的在强调，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啊，耶和华人看是外表，耶和华看的是内心。这一招我们要好好学一学啊！我们要跟神学习怎么看，直接看到问题的本质，看到他的心是出了什么问题。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他指出这个人的问题，你找我来分家业是因为你贪心。而且在原文里面呢，你看这个希腊文很有意思，它是如果直接翻译是你要免去每一个贪心，就每一次你有贪心的时候，你都要谨慎，要小心。因为耶稣总结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感谢主啊！这句话是说到点子上。你自己想一想啊，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分家产呢？他为什么想得到更多的家产？因为他就是这个人性都是没有变的过的。你看2000年前的人性跟今天是一样的，那谁不想多要点钱呢？这个钱呢，不管在哪一个时代，不管在哪一个文化，对吧？大家都会觉得多多益善，好吗？是不是？那不管你是哪国的人，都会觉得钱好，所以他当然会觉得我家产分的越多越好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人性是没有变过的。他为什么要觉得要多拿这个家产呢？因为他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丰富、这个丰盛、这个好啊，那对我的生命、对我的人生来说，这就是最好的。我拼命的赚钱，这就是最好的。谁跟钱过不去呢？你知道在美国这个社会更是一样的啊。其实哪个社会都一样，但是在美国社会其实尤其的突出啊。如果你这个我其实问了很多美国本地的基督徒，我就问我说，你觉得在美国什么是美国的神啊？他说就2个是美国的神，一个就是 money， 钱是美国的神，第2个就是 sports 啊，就这2个啊，成为了美国人的偶像。所以当你想要钱的时候，你就想要更多，那背后你的贪心呢就会越来越膨胀。而耶稣却在这里把我们拉住，他说你的生命不在于你钱多钱少，你生命的丰盛不在乎你是不是钱多。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这是一个世界给你的概念，说你有钱你就更丰盛，你就想能干的事情就多，你想做的事情啊，你的生命就更好。我们要小心，这个是来自魔鬼的谎言。我们自己想一想啊，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培养孩子，我们给他们最好的教育，帮他们上大学，去选好的学区，然后让人考好的学校，最后让找到好的工作，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最后的目的是希望他可以多赚钱，最后又回到这个钱的上面，那这个地方就会出问题了。因为你会觉得你希望他的生命更加的丰富多彩，你就是给他提供赚钱的可能性。可是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人的生命在乎什么呢？上帝怎么看待财富？怎么看待丰盛的生命？这个是很关键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从世人的角度啊，你去分家产，去多赚钱，不信的人他们会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那就要争夺嘛，对不对？分家产的时候，哪还认你是弟还是哥，是不是？那可以打得头破血流啊！这件事情在我自己家里面也经历过啊。当然那时候就是家人亲戚都是不信，那时候不信神啊，所以就会为了分房产、为放这些，真的就是这个。真的就是打得头破血流，真的是很多很黑暗、很可怕的东西，你都能看到人性就是经不起这种考验在钱的面前，在利益的面前很难经得起这个考验。可是耶稣却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不要追求这些，你不要觉得有了这些就会给你的生命带来好处。这个是上帝说的。我刚刚有讲，我们要摸清楚神的心意。你天天说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
我现在要找工作，你让我找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可是神早就说了，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个可能不是你想要的。你想想，这个分家产的人，他来到耶稣这里，耶稣讲你要不要贪心，你觉得他会怎么样？那我再换一个人了，我再换一个判事的官，对不对？我得找其他人去帮我分家产了。所以他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除非他这个去面对他内心的问题。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耶稣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呢，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这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钱太多了，没地方放了。他说我要这样办，我要把我的这个仓房拆了，我要盖更大的。我在里面呢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哇，这个简直就是美国梦的翻版。哇，这个简直是太形象了。而且在这个原文里面，最后一句话讲“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好”，这4个命令式的动词：休息、吃、喝、快乐。这个感觉很像我理想当中退休后的生活，是不是？我们就是喜欢这样嘛，对吧？吃喝快乐，休息，吃喝快乐，安逸玩耍。这个是人很自然的人性里面的，想要享受可是耶稣却对他说，这是一个无知的财主。他无知在哪里呢？你还记得我之前有讲到说，谁掌管知识的钥匙？还记得真正的知识是从哪里来？怎么样才可以拥有呢真正的知识？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我们要认识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这个真理是什么。这个就像我昨天分享的，我说神他给我们人类一个很宝贵的礼物是爱。可是如果人不回到神的里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真正的爱是什么，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能够体会那神圣之爱。我们可能会看很多爱情小说，看很多诗歌，把爱情描述的这个描述的那，看很多电视。你看，你去看一看，有多少的这个影视作品，很多的音乐都是围绕爱情、围绕爱这个主题。可是这些都是人堕落之后，人被这个罪所玷污了以后，对爱的一个扭曲的认识。可是我们还以为这个就是对的。所以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你必须回到圣经，你回到神的里面，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如果你不回到圣经，你会发现魔鬼给耶稣的这些试探，从人的角度来说好像是一个爱，是不是你只要听我的，我把荣华富贵都给你啊！你现在没有饭吃，你变成面包啊，是不是？你会发现魔鬼好像很体贴你的需求，很知道你的需要，很知道你人生当中的痛点，你就是喜欢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那么就给你。而耶稣说，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无知的人。他虽然对财富他知道的确你有财物积存，有粮食，你可以吃喝你可以安逸的生活，这个是你看得见的。可是你还有另外一层你看不见的是什么？你看不见的就是在神那里的判断，神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无知的财主，他无知在哪里呢？他无知就在于他认为的财富就是他看得见的有形的这些财富就是这个世界所能够给他提供的东西。可是他无知就无知在他没有看见那无形的来自于神的真正的财富，来自于神的生命。就是耶稣刚才说的，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的生命在于什么？结论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在于你认识基督，就是这么简单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认识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我们忘记了基督才是我们里面那最重要的，生命当中排首位的。可是我们更多还是跟这个财主很像我们拼命赚钱，努力的这个生活养孩子，最后目的就是吃喝快乐，当然还有个休息，是吧？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
看到，我们不要像这个无知的财主，没有看到神怎么看待财富。然后你知道，接下来耶稣就说了哈，神眼中的这个生命和财富，神就对这个人说：“无知的人呢，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我看你预备了还要给谁？”哇，上帝说话真的是很犀利啊，对不对？你不是还打算说我这个要盖更大的厂房吗？我要建更大的事业吗？我要赚更多的钱呢？我要更好的升职发财吗？对不对？我要有更多宏伟的计划，为我的人生去规划，甚至你把孩子的人生都规划了啊！你以后要上哪个学校，要考哪个专业，要做什么工作，是不是？你想了很多关于这个世界认为富足的事情，可是如果你没有想过，如果这一天你听到神说“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该怎么办？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审判。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内容，对不对？神说，耶稣在讲这些，他是在讲审判啊！你不是说，哎呀，我去赚钱，我去积财，我去吃喝快乐，好像这不是大家都是这样认为吗？很好吗？不痛不痒的，没有问题啊！我们身为周围的人都这样做，可是你没有发现，上帝把这件事情当成很严重的一个审判，这是带有明显审判的意义。你要预备的这些，你归给谁呢？什么意思？最后一句，耶稣就说了：“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你可能会觉得说，耶稣，你真的是不是太上纲上线、小题大做？人家只是让你帮忙分个家产，你看你一下上升这个程度，哇，这个马上就要审判我了，我贪心了，然后我马上明天死了啊！但是你知道吗？从神的眼中来看，他在告诉我们真理。他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这个就是这样的。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你看到这个对比没有？我们一直看耶稣在对比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你在这个世界是很有钱、很富足，你在神面前富不富足呢？这个才是我们要去关心的问题，对不对？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很富足，可是在神面前不富足，他说也是这样，意思就是你就会像这个无知的财主，最后你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在那个时候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神说他是无知的人，这件事情呢，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他们会觉得很可笑。赚钱有更多的更好的物质的生活，怎么是无知呢？就像我昨天讲的这个爱一样的，你发现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学校当中，会教你很多的知识，告诉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给你讲很多东西。可是你发现学校没有办法教你什么是真正的爱，学校没有办法教你什么是真理，怎么认识神，没有。这个世界的教育，这个世界我们说了嘛，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他怎么可能让你来认识神？你可以学很多的知识，你可以说你用你的这个专业的技能，你的知识才能，你可以为自己积财。你学经济的啊，你可以赚钱。可是我们缺乏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缺乏在神面前的知识，我们没有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不知道在神面前活着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所面对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没有活在神的面前。你没有想过这个财主啊，假如说神还给他一个机会悔改的话，假如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开放性的故事，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只是说我今夜要你的灵魂啊，但是是不是这是个比喻嘛？是不是真的要了我们也不知道哈。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财主稍微聪明一点的话，他听到神这样说，他后面会怎么改变？他的人生会不再一样，是不是？如果神再给他第二次机会，让你再活一次，我现在没有要你的命，再给你一次活过来的机会，你要怎么活？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在这里，我们都是拥有第二次生命的人，神都给我们第二次机会。我们感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认识神，我们可以有机会认识真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都快死了，我们才听到福音，而这个时候你听到了神说你今夜你就要你的灵魂了，你该怎么办呢？
我们每个人，神都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给我们机会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我们再为自己积财了，而是在神面前富足。怎么样才能在神面前富足？你就要时时的活在神的面前。你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理论啊，一个好像我们来教会里面就是只是听一听讲道，只是打发我一些这个怎么说寂寞的心灵。不是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活在他的面前。当你真的活在他的面前，你常常的听到神对我们的警醒的时候，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所以当我们这个经常如果能够听到神这样的责备和警醒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会不一样。所以关键问题就是我们不常常想，也不去思想这些东西。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个专业的术语，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 coram deo， 这个是一个拉丁文，它的翻译过来就是在神面前 ，in the presence of God。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基督教传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活在神的面前。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就在你面前，你当着他的面做决定。当你要吵架的时候，当你背后论断人的时候，当你去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就在这里，你当着他的面在做这些事情。那你还会这样选择吗？就像我说的，如果这个财主他听到了神对他说的这句话，他第二天还会做同样的选择，我去扩建厂房吗？他不会了，他的生命会改变，因为他遇见了神，他活在神面前。而我们现在基督徒没有活出这个能力，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活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记住，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坐在神面前的。当我们存着这样一颗敬畏的心，我们的生命在神里面就会越来越成长。而如果我们不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进入到这个世俗当中，我们这个跟随魔鬼的谎言，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积财，你可以就像这个财主一样，我现在赚了更多的钱，他是换更大的厂房，你就换更大的房子呗，那还有什么区别呢？你就可以这个吃喝快乐嘛。可是我们最终要面对神，神要审问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最后我做总结，第一个，神很多时候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向这个人去主啊，你替我分家产，你替我解决这个问题，替我做那个问题。很多时候是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正。当你这样，你知道吗？当我们心不正的时候，你来到神面前，神首先对付的是你的心。上帝做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说主啊，你看我现在有个帮，你看这个我跟所以我经常说这个以前也是有一个姐妹哈，就是夫妻吵架了，姐妹来到这个我们当中就跟我们这个抱怨完之后呢，我们就说那该怎么做呢？该怎么做？就是你首先你要回去跟你的丈夫和好，你首先要跟他去和解。他说凭什么是我呢？凭什么不是他呢？我说那是因为你先来找我们的，那你来找我们就表明你认为这有问题嘛。至少是说神的灵感动你嘛，对吧？神的灵还没感动他现在还没办法放下他自己。可是你现在意识到问题，你愿意来找我们，那你就要对付你自己的问题。哇，这个很不容易的，对不对？本来他是想拉赞助的，他是想拉战友跟他一起打她丈夫，结果对付他了。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本来是要把耶稣拉过来来去跟他的这个兄长对着干，结果呢，耶稣却指出他的贪心。因为是你来找耶稣的嘛，对不对？所以当你来找神的时候，你发现神很多时候要对付你，你来找他，他很多时候是先对付你，对付你的心，然后当你的心转正了以后，你就自然而然知道你的祈求、你的祷告为什么神不听了，你也会知道该怎么祈求，该怎么祷告尤其是当你像这个财主这样去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听到耶稣对你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当然这句话来到的时候，你还会像以前这样祷告吗？你想一想，你的生命可能就会改变了，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心。第二个，你要知道主的心意，你才能够才是这个真正的知识。我们不要知道人的心意，也不要知道不管是父母也好，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我们不管他们怎么看，不管他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怎么看待金钱，看待权力，看待这些东西，我们要看的就是主怎么看。主怎么看待财富？主怎么看待金钱？主怎么看待权力？所以我不断的在提醒弟兄姐妹，神看重我们的心。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你是找工作也好，你是去跳槽也好，去送孩子上学，去送孩子去辅导班或者怎么样，你做这些事情，如果你的背后的动机是为钱而做，神会审判，神不祝福，神也不会听你的祷告。如果你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你的利益，为了你的权柄，为了你的这个你可以在这个当中获得一些权势地位上的好处，神也不会听你的祷告。除非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单单的是为了主而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永远是对付我们自己的，因为这一个人内心最深层的东西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装得光鲜亮丽的，我之前已经举了很多例子，包括我自己的例子，对不对？表面上我们都可以我们在服侍神，我们在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背后有没有一个诱惑，是钱的诱惑，是名利的诱惑，是别人要说你好的一个诱惑，是你觉得好像我这样做，站在台前，站在聚光灯下面，别人会觉得哇，你这个认可你的身份认同的这种诱惑，有没有呢？当然有。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可能人看不出来，就像这个人分家产的时候，他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里面的贪心，可是耶稣知道，耶稣马上就指出你的贪心，你要免除你的贪心。所以神一定会对付我们的心。弟兄姐妹，你记住，你是神的儿女，神所爱的，他必定会管教，他一定会对付你的心，是不是？我之前就也是这个有一对家庭就这个跟我们聊天，就说他说他觉得这个很沮丧。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在教会里面，他说我听到了这个年轻的父母在谈论的东西，跟我那个不信的朋友谈论都是一样的。去选什么学区，上什么孩子做什么运动，然后报什么班，然后怎么样规划，就真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好像你没有在这个当中，你从来没有看主的心意是什么，你就寻求我的心意是什么。我觉得这样做对他最好，我觉得这样选择是我甚至可以付上很大的代价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问，在这个当中主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主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就像那个财主一样，是一个无知的人。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赚钱，不要工作，你不要误解这个意思。神从来没有说，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不要工作，反倒神还说懒惰的人你要看看蚂蚁，对不对？蚂蚁都比你勤劳。可是在这个当中，神看重的是什么呢？是心，你的心的问题。所以就像他们分家产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耶稣并没有给他说你多少 %， 对吧？你们就这样分就好了。他首先对付你的心，当你的心的问题解决了之后，他们再去分家产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你理解这个意思了吗？那这个分家产就不会成为一个困扰。可是如果他的贪心没有解决，这个分家产永远没办法满足他们的期待。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主的心，主的心对于那个分家产的人，他的心是什么？主讲得很清楚，免去你的贪心，这就是主的心意啊。当你没有这个贪心的时候，你们再去分家产，其实耶稣已经解决了你最根本的问题了。你这个时候都不需要耶稣来帮你分了，你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不让你去工作，不让你赚钱，不让你给孩子规划教育，不是的，而是在这个当中你要想主的心意是什么，主要让我做什么。那这个就回到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要努力的活在神的面前。当你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要想神也在我旁边，神也在看我这个选择是不是智慧的，我这个选择对我的生命有没有益处，对我的灵魂有没有益处。你看刚才那个财主他讲的话很有意思，他说灵魂
啊，你看到没有？他讲灵魂，我觉得这个也是耶稣在这里非常讽刺的一点，就是这个财主，他为自己积财，其实他享受的是什么东西享受啊？是他的身体享受，对不对？是他外在的物质的这个身体享受。可是他却说灵魂呐，你有很多这个积财啊，你就吃喝快乐吧，啊，所以。可是神却说灵魂，你今天就把你灵魂要走了，我看你还享受啥，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当他讲到这个灵魂的时候，其实神他让我们更看重的是，我们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对我们的灵魂有没有益处，这个才是神的心意，对不对？对你的灵魂有没有益处？你就像耶稣最后一节说的，你在神面前是不是富足，就是表明你这个灵魂在神的面前是否是富足。怎么富足呢？就是你常常的活在神的面前，常常的记住，教你们这个拉丁文，对吧 ？Coram Deo， 是不是啊？那常常的记住这个啊。那我相信呢，当我们神的面光常常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展现的时候，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多的讨主的喜悦啊。顺便说一句哈，还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基督教的一个会议哈，就叫 Coram Deo，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你如果感兴趣去参加，你也可以去参加，就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些是在我们信仰当中非常宝贵的真理啊，我们怎么努力活在神面前？他们这个会议就是在讨论这些问题了啊，我们怎么更好的努力活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啊！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看到神，你看待财富、看待生命和财富的关系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我们人看重就是觉得我们可以赚更多的钱，我们这个生活过得更安逸，吃喝快乐，好像就是对我们的生命更好。可是主，你看重的是我们在你里面跟你的关系，因为你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面前丰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像那个无知的财主，而是让我们常常的活在主你的面光当中，知道说我们所做的每个决定，对我们的灵魂都是有这个后果的，有这个反应的。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决定的时候，选择那个对我们的灵魂有益的结果，选择那个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益的一个选择。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所想，或者说我们所做的决定，其实在主你的面前你都知道。就像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分家产的人他的是贪心，我们在这里也求主啊，你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这个生命当中的问题，你告诉我，让我从我在我的心里面显现出这样的一个罪，是吧？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我在什么地方需要认罪悔改？是吧？就求你也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明，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看到我们里面的问题。当我们里面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我相信我们外在的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主要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的向我们展现主你的真理，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常常的活在你面前，做一个真的是主耶稣基督你跟随你的一个门徒，也是我们不仅是我们常活在你的面前，更是让我们这样一个像你一样属于你一样的基督一样的生命，能够常常活在世人的面前。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说的，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一场戏，演给世人跟天使观看，让我们能够在这场戏当中，我们可以能够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感谢主，愿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